连战宇都亲口说严谨是好人，你还怀疑是严谨杀了战宇吗？小欧，从情感上我愿意相信你说的是真的，但是这不能成为证据，你明白吗？那你有严谨杀人的证据吗？我相信严谨没有杀人。你可以相信他没有杀人，但是我也有怀疑他的权利。 喂，小雨，你在哪儿？你好，你是战宇的姐姐吧？是。我是人民医院的护士，战宇现在在急救病房，你赶紧过来吧。小雨在医院。在这儿。你是病人家属吗？我是他姐。不用太担心，大部分是软组织挫伤，只是左手的食指有严重骨裂。 现在昏迷的原因呢，是因为轻微脑震荡，需要留院观察几天。是谁把他打成这样的？这我们不清楚，是他自己跑到急诊来的，一进门就晕倒了。哦，这是他的手机，你收好。谢谢。谢谢啊。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肯定是严谨打的。严谨？我之前问他战宇在哪，他还说不知道。可他连衣服都没换过，肯定是严谨那个混蛋。 具体发生了什么，等他醒了不就知道了吗？别急啊。小雨。 医生，麻烦你来看一下。傻孩子，还疼吗？目前看来没什么大问题，再观察一晚上，可以回家休息了。谢谢医生。 小欧，粥好了。冯大哥，乐乐还一个人在家，你先回去吧。你这一个人行吗？没问题。谢谢冯大哥。别客气，好好养伤啊。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小姐，哎，你手还有伤呢，我喂你。 我妈她……你妈挺好的，已经开始化疗了。我跟她说你去外地演出了，回去就去看她。小雨，你别担心，医生说了，没伤到骨头，一定会恢复的。小雨，姐，我想喝水。好，你等着。小欧，你问过战宇到底怎么回事了吗？我想问他，
但我总觉得他在回避什么，还是等他伤好了再说吧。如果战宇真是被严谨打伤的，我跟他没完。那你还是觉得这事儿跟严谨有关啊？那天他当着我的面就打了战宇，小雨从那天起就没有换过衣服，那还能是谁干的呀？小欧，以我对严谨的了解，我觉得他不是一个无事生非的人，他敢当着面打人，一定有他的理由。没准儿战宇在外面真的惹什么祸了。不可能，战宇天天不是在学校、医院，就是在我这儿，他能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？小欧，你是把人真的想得太好了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你忘了小雨之前骗过你的钱，你也见过他打架的样子，你能说这不是战宇吗？那我点到为止，你等他好一点，好好跟他谈谈。啊。别烧，行行，别烧，别烧，行行行，行行行，哎呀行，别烧。别烧，别烧，行行，别烧，不要烧。小雨，是我，做噩梦了是吧？没事，有姐在啊，睡吧。小欧，小欧，小欧，你给我下来！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我不来就发现不了。你这么随随便便跟野孩子瞎睡觉。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昨天晚上战宇他做噩梦，我哄他睡觉，不小心睡着了。我不听你解释，我就一句话，绝对不可以搞姐弟恋。一大早不想跟你吵架，你给我回来，赶紧把他给送走，以后少和这母子俩来往。我就纳闷了，你和你爸是怎么了？中了什么魔了？非得砸锅卖铁的帮他们？说够了吗？说够你可以走了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小欧，你别犯傻，你帮他们能捞什么好处啊？被这种人赖上了，你这辈子想甩都甩不掉。你别想着你爸还会帮你。姐，我是不是应该跟阿姨解释一下？不用了，你好好休息。我去给你做点吃的。
的寿司最好吃了。乐乐，你发芽现在可棒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别夸了，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给点阳光就惨了。战宇，谢谢姐。战宇，你姐对你这么好，你是不是得以身相许啊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。战宇，你别搭理他。谁胡说了？你照顾战宇有多累，你自己又不是不知道。战宇，我可跟你说啊，你在外面惹什么事儿都行，但是你要是敢对不起纪晓哦，我可饶不了你啊！你少说两句吧。战宇怎么可能做对不起我的事儿？姐，我想下来走走。你腿还行吧？没事，我慢点。小雨老师，我扶你，慢点啊。乐乐真乖，慢点啊。我怎么觉得战宇心事重重的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你啊？别瞎猜了，等他回头伤好了，我一定问清楚。你怎么下楼了？我好多了，也可以帮你干点活了。别，手怎么样了？好像没什么大碍。坐。上。要不要拉一曲试试？你看，我就说一定没问题吧。小雨，现在可以跟我说说了吗？这次受伤是不是还是严谨干的？姐，我的伤跟严谨无关。是他救了我，救了你？是我在外面惹了祸被人打，跟严谨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你跟姐说实话，你在外面到底惹了什么祸？我现在不能告诉你。但是严谨他确实是个好人。好人？好人会和那些人混在一起吗？我生日那天他把你打得那么惨，那是因为我做了对不起他的事。是不是那20万你还没有还给他？不是钱的事儿。姐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严谨他真的是个好人，他跟那个小美人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，他爱的人一直是你。战宇说话是坦坦荡荡，眼神也异常的坚定，而他的真心话让我心里一片凌乱，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严谨这个人。你到底犯了什么错？
你跟严谨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对不起，姐，我现在一个字都不能说。等我忙过这段时间，我会把真相原原本本的告诉你，我发誓。那你骗过我吗？好，我尊重你，但我还是有一句话要告诉你：人都有犯错的时候，重要的是要勇于改正。我希望你好好珍惜现在眼前的一切，为了美琴阿姨，也是为了你自己。有任何困难一定要告诉我，千万别干违法的事儿。姐，我知道了。最近我落下了很多功课，我想回学校好好补课，暂时就不来店里帮忙了。生当人死把你累坏了，你好好休息。我妈那边你也不用再去了，我会照顾好她的。等忙过这段时间，我就来店里看你。行，一定要注意身体啊。姐，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做你爹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做一个令你骄傲的弟弟。那是我最后一次见战宇，他走的时候脸上还带着伤，但笑容依然很清澈。以前做学徒的时候，跟着屠夫学杀猪。后来啊，还就套上这口。谁啊？不认识啊。也能认识他吗？哎，他不是那个似水流年咖啡店的打工仔吗？除了似水流年，也就再没见过他。没有。他的确是咖啡馆的那个打工仔，但他也是六子的手下 KK， 酒吧街出了名的小毒贩。也是真不认识他。还是跟我这儿演戏呢？刘总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以严总在梨园的地位和势力，怎么能有不认识的人呢？我是什么大小角色都得认识吗？接着打。这个 KK 就是内鬼，就是他跟警方通风报信，差点把我们连锅端了。我怀疑啊，
他还有个同党，就在我们这群人中间。但这小子嘴太他妈硬，我是刀枪棍棒都撬不开。你是缉毒警出身，审讯这块肯定有好多招，帮我审审。不就是损失了一点象牙吗？何必这样大张旗鼓？大张旗鼓，必须大张旗鼓啊！内鬼啊，大哥！这是象牙那么简单的事吗？啊，外贼好过，家贼难防。这么多兄弟眼巴巴看着呢，我不杀一儆百，给他们好好立立规矩，我这以后队伍怎么带啊？刘子，这个 KK 啊，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，拉小提琴的。瞧这双手，又细又长的，一看就是搞艺术的啊。哎，拉小提琴是用哪个手摁那个琴弦来着？大哥，大哥，我真不知道，大哥，大哥别帮我说事，大哥，我求你了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大哥。KK 啊，我很负责任的跟你说，你要是再不告诉我你的同党是谁，你就得赶上去打鼓了。刘总，您肯定误会了，我真的没有，我真的不是内鬼，我没有通过。啊！我说，我知道这是内鬼。熊孩子，还是不想去打鼓啊？说，谁呀？是他，他是内鬼。刘子是内鬼，你指谁呢？你疯了吧你啊！大哥，造谣毁损，污蔑！他之前进去过，他被警察说服了。小子，看着我！我跟大哥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一直没有出过事儿。你现在说我，刘总是不是想死？刘总啊，我跟着六子，他经常私底下偷偷卖您的货。交易的前2天，他给他女朋友买了新车，这钱你说哪儿来的？刘总，我真没骗您。我钱哪来的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诬陷我，你别信他的。我有证据，刘总。我之前跟踪他，他去跟警察接头，我偷偷录了音，就在我手机里，不信您看。污蔑我，纯属是诬陷。咱们简单扼要的说一下。时间定了，伟哥亲自部署了运货路线，他让我负责交货。地点呢就在小云县。这不是我跟警方说的话，我不可能跟警察说这样的话，大哥，别信他的。水产公司交钱，我会去立刻部署抓捕任务。不是，你得相信我，大哥，你别信他的行吗？哪儿弄的录音？这是伪造的，知道吗？有本事拿出证据来啊！哎，站员，你迟到了。他去六子那儿去了，已经提前给我报备过了。今晚刘伟亲自部署了运货路线，六子和我负责交货。录音呢？原来这2年我短的货都是被你给卖了。大哥，是我承认，我错了，我下回再也不敢了。但是我发誓，我只是想挣点钱，我根本就没有背叛过你啊，大哥。谁是你大哥？一直是你。
刘总，柚子之前跟我说，他说他早晚有一天会取代您的。别老子他妈今天弄死你！别下去，把血放干，等会儿老子剁了他。 这把打脸，抓内鬼抓我自己头上来了。来，云总，看笑话了啊！走走走。这小子怎么处理啊？把他拖出去，慢点。 别，大哥，我是冤枉的，大哥，真的，真的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妈还在医院里边，我真的是冤枉的，大哥。等等，刘总，这小子是一个大学生，我怕他出了什么事儿，学校跟家长一定会报警。如果因为他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儿，有一点得不偿失。我说过什么来着？啊？你这对 K 还真就把他那溜给灭了啊！敢说出去一个字，你和你妈都得死。你收拾一下。酒呢？哎，严总，可以啊，刘总，定制款的 M1911，进口的吧？严总好眼力，当警察的时候没少研究枪械。波浪宁设计的，这个枪很耐用，威力很大。它有一个唯一的缺点，就是手枪的握把过大，容易走火。刘总可要小心。还真被你说中了。刘总也是个痛快人，有什么话咱们直说。给你看点东西。你之前破了不少案子，这种地方应该再熟悉不过了吧？刘总，今天终于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。这厂子够大的，够野的。你是聪明人，这层窗户纸在你面前什么时候存在过？你费尽心思接近我们，不就是为了弄清楚这点事儿吗？可惜你们的行动失败了，你的大哥没死成，真的挺遗憾的。我要是你啊，
早都没心情演戏了。你说，这枪现在会不会走火？我算看明白了，什么 KK 是内鬼，这是扯淡。你今天叫我过来，就是打算把我给弄死。刘伟，我一直把你当成好兄弟，而你永远把我当成你的敌人。你弄死我可以，但你有没有想过后果？小美，我让你把枪放下。这事儿你别管。你们都出去。怎么，现在都没人听我说话了吗？都聋了，梅姐说话没听见呢。内鬼已经揪出来了，这出戏码可以收场。现在还不能确定他不是内鬼。这次交易失败，我们已经损失了很多。如果还不能及时把货送到吴峰手里的话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。这一点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现在，能帮我们把货顺利送出梨园的，只有严姐了。你杀了他，是要自绝后路？你信了他，那才是自绝后路。严姐，我希望你能明白，我选择你这个人，谈的是生意，不是感情。所以这次，如果你骗了我，那我们也只好同归于尽了。你想赌是吧？你不想跟我一起？我陪你。这个是咱们最新研制出来的一批货，刚好还没有人验过。严总，帮咱们验验货吧。哟，醒了，小婉又喝多了吧？喝酒不带我跟二哥，不够意思啊！你们去哪儿？去哪儿？执行任务呀。
有病啊！朝自己兄弟开枪！儿子，你们两个笨蛋！给我来个烟呗。就惦记着抽烟，有烟没？没带，找找。火机呢？打火机呢？哎，在呀。丢了啊？火机呢？好好找找。上哪儿去了你？来，打针，谁打？给你打。严谨，严谨是谁？严谨，如果你骗了我，那我这枪现在会不会走？能帮我们找他是什么？有可能挺过劲的。什么事儿？你老兄弟才听到我能确定他不是内鬼。那天起，我开始跟毒品打交道。刘伟每天变着法的让我吸毒，他是想用毒品彻底控制我。你既然都活得出来了，为什么不把制毒工厂的具体信息透露给禁毒支队啊？哎呀，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离开的制毒工厂，我也不知道刘伟每天给我吸食的毒品里还加着什么其他的东西。我第二天醒过来的时候，产生了意识混乱，头一天发生的什么事儿我记不清了。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呢，严杰？你的意志力那是受过专业训练的。我怎么又跟你开玩笑了？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，是被关进来以后慢慢拼凑的。直到现在，我都不敢保证我全部记得。那你亲眼看到了六子的尸体被埋在制毒工厂的里边吗？没有看到。要是让我猜啊，应该是的。照护支队，找到了。立刻送去化验，3天之内把结果给我。是。
姐，妍姐，你来干嘛？你怎么了？这不会。这是什么？你吸毒啊？像我这样的瘾君子，来惦记我干嘛？走啊！我让你走啊！喂，好。喂，纪晓，是不是疯了？是不是让这些东西值多少钱？给我滚！滚！从今往后，你是死是活，跟我再也没有关系。自从战宇对我说了那些话后，我就莫名其妙对严谨重燃了一丝希望，也幻想着他就是我曾经爱着的那个严谨。而当我亲眼看到他吸毒时，那仅存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碎。我发誓，我要彻底忘了他。严谨吸毒？你没搞错吧？他之前可是缉毒警啊。我也希望我看到一切不是真的。那他跟小美人那帮人在一起，不会也是在搞毒品吧？这事儿不能乱讲啊。是战宇通知你去看严谨，那问题战宇怎么知道严谨吸毒的？战宇该不会也吸毒吧？绝不可能。战宇在我这儿住这么长时间，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。至于他怎么知道的，可能严谨吸毒的事早就被别人知道了，他只是听说的。那他还让你去看严谨，这不合逻辑啊！这战宇最讨厌严谨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都别再说了，我现在1秒钟都不想浪费在那个人身上。咱们说点开心的事吧。马上要过年了，你们打算怎么过？当然是跟你一起过啦。我早就想好了，咱们可以在店里搞一个跨年 party。哎，这主意不错啊，大家可以热闹热闹。再说了，这员工辛苦1年了，正好可以放松放松。对 ，party 你也爱拿手，你来设计，我来布置。没问题。哎，需要我做什么你告诉我，采购啊什么的。到时候你就把乐乐带来就行了。乐乐肯定高兴死了。战宇来不来？我之前问他了，年底啊学校事儿多，他肯定是来不了了。这新年大家都忙着过节，他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而且 party 就是人多热闹，我还想让他演奏几曲呢。他有时间还得去医院照看他妈呢。那把阿姨一块叫过来不就行了吗？
你就给他打电话说我们都想他了，让他务必到场。喂，姐。喂，小雨，学校的事儿忙完了吗？差不多了。那你还是带着阿姨一起来店里跨年吧。我们好久都没见了，大家都想你了。我也挺想你们的，姐。可是今晚我已经有安排了。哦，那你们忙完晚点过来，咱们一起跨年。我这边结束已经很晚了，我就不去了。你们好好玩。好，那你先忙你的。放假了，有时间一定来店里。一定的，姐。那我先挂了。这个战友也太过分了吧！你帮他把伤养好了，他就不来了，真把你当小妈了。回头他来店里，我得说说他。你赶紧干活吧，还有一堆活没忙完呢。没有，谢谢。乐乐，怎么样？漂亮吧？啊？好漂亮啊！老冯，哎，新年快乐！快乐！新年快乐，冯大哥！哎呀，来坐。坐吧。坐。哎。小欧，这乐乐这两天有点感冒，今天吃了感冒药有点困，要不我带他先回去，你们接着玩啊。还是一起跨年吧，要不先让乐乐上楼睡会儿。我怕他这一熬夜啊，病得更厉害。就是，这里这么闹腾，他怎么休息啊？而且我刚摸他脑袋，还有点热呢。是啊，我就怕这个。那行，带乐乐先回去吧。行。哎，那晚上要烧起来，你一个人行吗？啊，没问题。走，乐乐。阿姨，今晚你去我家玩好不好？你还没去过我家呢。乐乐听话啊，方阿姨还有别的事儿呢啊，咱们走。乐乐都邀请你了，你就去吧。那行，那我们就一块儿回去了。没有汗了吧？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拜拜。拜拜。
萌萌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好吗？ 2018年过去了，这1年里，围绕在我心上的人，到头来没有一个在我身边，孤独结结实实地包围着我。其实每个人的一生，都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，挽不回的遗憾，触不到的梦想，忘不了的爱情。这大概才是真实的人生吧。 想到新的1年已经到来，我还是满怀憧憬。我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做回那个潇洒不羁的纪晓。这一生只可能骗你一件事，就是有朝一日我不在了。哥，你醒醒！哥，你没事吧？哥，醒醒！ 你来干什么？给我滚！哥，你真吸毒了？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你还想害我害得不够惨吗？之前是我一时心急，我做错了事儿，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配合你。 你还能怎么配合我？刘伟已经不信任你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我该怎么做？我都听你的，哥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哥。我一定好好配合你，你帮帮我，哥。我求求你，你帮帮我。 哥进来的，怎么给我滚！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帮帮我吧！滚！滚！我求你了，你帮帮我吧，哥！你给我个机会！我真的知道错了。
真的知道错了。这条路绝对安全，可以顺利把货带出丽园。都是山路，路不好走，一旦出了什么问题，容易脱身。稳妥起见，还是先找人探探路吧，做到万无一失再行动。行。那至于出了梨园以后具体怎么走，就听刘总的指挥吧。那我们的货怎么伪装呢？我的1/3在我爸的物流公司一直有专门的货车配送海鲜，进出货记录都很干净。我们可以在货车厢里做一个夹层，这个车经常出入梨园，跟检查站那帮人都很熟，他们一般也不会查我的车。货在我的车上，出了什么事儿也有我顶着。刘总，你安心了吗？那就这么定吧。好。那我们定哪一天啊？吴峰让大师正算着呢，应该这2天就有结果了。好，那我先找人把车改装了啊，先走。突然袭来，我感觉有成千上万只蚂蚁在撕咬我的身体，尸骨的疼痛，牙齿裂开，骨头断掉，5脏6腑被撕扯，我从未有过那样的绝望。这不会。这是什么？你吸毒？像我这种瘾君子，你还惦记我干嘛？纪晓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知不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？从今往后，你是死是活，跟我再也没有关系。
冯。啊。进来吧，不用唤醒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，老冯？严姐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沾这玩意儿的？你这么做对得起你曾经穿那身警服吗？那身衣服我早就给扔了，我不像你那么执着。严姐，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有数的人，你再混，你有底线。我真没想到，你堕落成这样。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走到这一步，可能是钱多少了吧。我早就想好了，人固有一死，无非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。你也不用管我了，你全当不知道，让我一个人自生自灭。干嘛？给我去戒毒所，走。我不去。对不起，老冯，但我的事儿真的不用你管。我还有事要忙，请回吧。1/3餐厅的海鲜运输车携带毒品，车牌号是云 TTS 386，1月3号上午11点38分进行交易。你是谁啊？喂？喂？无锡县出口处。走。狡猾的刘伟不断变换着路线，我也不知道最终去向哪里。我始终能看到后面有车辆尾随，他们不断更换，但我知道那是警方的车，是我回归的希望。经过2个小时的颠簸，我最终顺利到达交货地点。裴总，欢迎欢迎。吴总久等了。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走。我用没用脱光了给你搜啊？哎呀，好了。这小泼妇。快坐。
光跃青龙，财气喜重重。求谋百事全，横财也兴隆。哈哈哈哈。大师给我算过，今天是吉星高照，万事顺心，一点都没错。跟吴老板合作就是痛快。哎，严总，你可是我的贵人啊！哎，哪里的话，是吴老板您瞧得起我。严总太谦虚了。哎呀，这话慢慢聊啊，茶要趁热喝。哎，行，梅总，咱们以茶代酒庆祝一下，祝我们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这次交易结束后，我还有其他人要介绍给你。
剩下的事儿，赵警官应该都清楚了。好吧，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。这就完了？完了，把人带回去吧。 纪晓知道翟宇已经死了吗？头，接到群众举报，在万方北里一个高档小区发现了尸块。死者的 DNA 和战宇的吻合度达到了96%多。据说他生前是一位非常有前途的小提琴手。 通过调查，死者衣物里发现的打火机属于一个叫严谨的人。此人是本市1/3海鲜餐厅的老板，也曾是名缉毒警。这个严谨涉嫌一起特大贩毒案，刚刚被抓，目前被关在梨园一龛。 在你眼里，詹宇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跟纪晓鸥都被他楚楚可怜的身世和那张天生会说谎的脸给蒙骗了。在你心里，严谨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评价他。我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的认识过严谨。没有翟宇，就不可能出现现在这个局面。你觉得严谨会杀翟宇吗？你凭什么认为翟宇是被情杀的？ 他喜欢你，不是吗？你是不是特别恨他？我当然恨他。那天晚上我确实试过，我每一拳都是在发泄，我真恨不得。那他们两个谁会对你有所隐瞒呢？在我没有弄清楚全部事实真相之前，我没有答案。
得出去吃个晚饭吗？想吃什么约点，是吧？哟，这不是赵警官吗？今天怎么有闲心走上这条街了？铁辉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。啊，我听小欧说了，你们俩在一起了是吗？恭喜啊！谢谢啊。你是来找小欧的？你就不怕被这条街上的回忆闪瞎了眼？请说话注意点，我们是来查案的。战宇的案子，我们还有事呢，先走一步啊。真是冤家路窄，这么多警察，怎么偏偏这案子落在他的头上？走，去看看小欧去。0335毒瘾犯了，快来人！快来人呐！啊！坚持一下，医生马上就来了。饮食戒不了的，这啥时间去啊？看他的难受成这样，干啥嘛？非要吸毒？上次发作是3年前，周期是越来越长了。只要能挺过这个阶段，毒瘾肯定能戒掉。小欧，小欧，这么早就睡啦？我刚才碰见赵廷辉了，他是不是来找你了解战宇情况的？战宇的事儿，你就别太伤心了。人死不能复生，咱们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着。是啊，小欧，你别太伤心了。只要咱们积极配合警方，一定能找出凶手。对啊，你之前不是一直说赵廷辉是破案高手，在他手里就没有漏网之鱼，他肯定能查出是谁杀了战宇的。看来小欧是累了，让他好好睡吧。小欧，12月31号的晚上，我市发生一起特大杀人分尸案，死者的身份已经核实了，就是战宇。战宇
怎么就死了呢？他怎么会死呢？纪晓鸥知不知道这件事？如果他知道了，一定很难过。起来！李国建，这孩子马上宣判了，你给我看好了啊，别惹事儿。是，王姑娘放心。哎，大哥，您这个名牌上万呢。花儿吗？过来。今天晚上你睡这儿吧。大哥，我在这儿睡呢。那边那么大地方呢，串一串。就往那边转。还不谢谢大哥？一来就挨着大哥睡。哎，不是你这孩子这么懂事儿。叫什么？0362。名字？马林。多大了？18。犯什么事儿进来的？我杀了个骗子。你说什么？为什么？他骗了我爷爷的救命钱。那你爸呢？我没有爸妈，是我爷爷把我养大的。那你也不至于杀人吧？那他凭什么害我们？凭什么呀？你先别激动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去年我爷爷得了肝炎病倒了，他为了省钱，死活不肯去医院，每天晚上都疼得死去活来的。上个月医生说，我爷爷要是再不去治疗，这个病就要变成癌了。我妈得了癌症，急需要做手术，我需要钱，我真的很需要钱。那你这孩子还是太冲动了，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？他欺负我们不懂，用假保单骗了我爷爷所有的钱。其实我没想真砍，我就想拿刀吓唬吓唬他。但是他说话太难听了，我眼睛一黑我就……我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。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，我以为失败了还可以再来一次。过去30年的生活背景，一直令我无法理解战宇的背叛，而马林的出现，让我彻底明白了战宇的世界遇不得。都别看了，睡觉，是不是？不说了，睡觉。
乐学院大3在校生，今年刚满22岁。死者生前品学兼优，曾获得全国青年小提琴比赛金奖。死者在遇害后尸体被残忍肢解，抛掷多地。嫌犯作案手段残忍，案件性质恶劣，对社会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。如此美好的青春少年，为何会在今年伊始惨遭杀害？请持续关注本台记者的后续报道。没有。吃点甜的，心情能好一点。我是不是可以申请去看守所见一见严谨？你要干嘛？你想问是不是他杀了振宇？他能告诉你吗？他现在可是贩毒大案的主谋，连家人都见不上一面，更别说你了。你可是答应了我的，这事就放下了，以后严谨2个字都不能再提了。他已经是你的过去式了，凡事都要往前看，没准哪天就像我一样，转角遇见真爱了。杀人分尸，真的假的？你没看微博呀？有网友拍到抛尸现场了，好像还拍到尸块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，巨恐怖！妈呀，太吓人了！两位美女，我们那边的桌子已经收拾好了，要不然我们那边坐。好的。别看了，你这几天都不许刷微博，什么都不许看，听我的。这梨园市这么多年了，没发生过如此恶劣的事儿。哼，现在可好，上微博了，全国人民都知道，乌七八糟的什么都有。咱们的官网被挤爆了，就我这手机也被打爆了，一刻没消停。其实我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，但是局长，现在已经是自媒体时代了，我们出警难免会被群众看到，群众一好奇就会拍点什么，这我们控制不住啊。控制不住也得控制。我再强调一遍啊，关于本案没有拿到确凿证据之前，一个字都不许透露出去。明白。局长，进来，过来坐吧。先汇报一下审讯的情况。严谨始终坚称他是程副支队长安插在小美人贩毒集团中的卧底。他的卧底故事听上去逻辑通顺，情节惊心动魄，一点也不亚于一部精彩的缉毒大片。这个严谨啊，当年在武警做特种兵，是个优秀的狙击手。干机动警那几年，参加过多起大案的侦破工作。依照他的能力，杜撰一部精彩的缉毒大片，有可能。对，所以为了印证严谨口供的真实性，我和赵副支队长针对关键信息进行了核实。虽然调查结果与严谨所说的吻合，但还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严谨就是警方的卧底。最终还是需要程副支队长醒过来才能证实。但我个人觉得，严谨是卧底的可能性很大，因为在收网前，我的确在程副支队办公室收到过一个电话，是那个人给我们透露了交易的关键信息，才顺利围剿了小美人贩毒集团。这说明那个人一定是潜伏在小美人集团内部的。我现在回想起那个人的声音，跟严谨非常相似。我怎么有种感觉啊？不管这个严谨是不是卧底，这事跟1231分尸案没什么直接关系啊。是的，局长说的没错。现在诸多的证据都指向了严谨。我们在对他进行103贩毒案的审讯过程中，也发现了他的杀人动机：情杀或者仇杀。詹宇不仅是因为纪晓欧才跟严谨产生了机缘，
他也背叛过严谨。当然，这一切都要基于严谨真的是警察的卧底基础之上。如果他不是卧底，他们俩之间的机缘就要重新考虑了。纪晓鸥怎么说？纪晓鸥从。 当然，这一切还要等 DNA 检测结果出来才能最终确定。法医也在藏尸袋上发现了一些土壤的成分，我们会根据这些成分进行分片排查的，尽快找到分尸现场和作案工具。哎，你们不是已经发现了这个运尸体的垃圾箱吗？那就根据监控，应该可以判断出分尸的大概位置。啊，局长是这样的。 严谨居住的小区明宏公馆，它属于新的社区，旁边道路的监控还没有完善，而且垃圾桶也是我们在周围搜查的时候无意间发现的。还有啊，毒鼠强这条重要线索还要继续调查。知道你们二位都很辛苦，没办法，我还得下刀，尽快破案。明白，是。 爸，我妈呢？她很不舒服。您能不能给禁毒支队打个电话，问我哥的情况，看看他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觉得没必要。你哥哥太让我失望了，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？ 我情愿没这个儿子。我哥不可能贩毒。可是他吸毒。反正我哥肯定是被冤枉的。浩浩的话在幼儿园得了第1，我为了奖励他，给他买了个新书包，他特别开心。小孩就是小孩，今天早上叫他起床比以前都痛快。他就是总问我，爸爸什么时候回家？ 来了，以后别拿这些东西了，他用不上。那你就拿回去吧。新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吧？医生怎么说？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但是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，谁都不敢下定论。 你哥他怎么样了？进去半个月了，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。我试着以辩护律师的身份申请见面，禁毒支队一直都没批复。严谨是怎么跟贩毒团伙扯上关系的？你觉得我哥会贩毒吗？当然不会了。二子当年的死，
老程和他到现在都难以释怀，他怎么可能会去碰毒品？再说了，他图什么呀？不过这一年，严谨真的挺奇怪的。他是什么人啊？他是把我们家沙发当成他第2张床的人。可是去年这一整年，我基本上没怎么见过他。老程还特意叮嘱我说，没事别联系他。你说他们俩是不是有毛病？老程跟我哥之前闹过矛盾吗？这话我早就问过老程，他说没有，就是严谨太忙了，叫我别添乱。老程是什么时候介入103贩毒案的？这个我真的不清楚。他工作上的事儿不怎么跟我说，就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，他就不怎么着家了，家里跟没有他这个人似的。臭娘们儿！哎呀妈呀，还给我！你妈呀！我老站在绝后了，我老站在绝后了！你们还我儿子！老站在绝后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老站在绝后了！你们俩是谁啊？叔叔，我们是战宇的朋友，是来看阿姨的。进来吧，我给你们带来点水果。阿姨，阿姨，我是小欧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阿姨，成天装死，成天装死，你怎么不去死？你还我儿子！好了好了，冷静，还我儿子！冷静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冷静冷静吧。阿姨，阿姨，你吃饭了吗？我给你做点儿。啊，小雨该回来吃饭了，得准备饭了。他怎么还不回家呢？我想起来了，他今天晚上有排练。今天晚上有排练。你醒醒吧！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回不来了。哎，严总有消息没有？啊，经理托人打听过啊，一点消息也没有。看来严总这回真的悬了。哎，你说他好好的，干嘛做毒品生意呢？这钱赚多少算多呀？这1/3啊，用不了多久就要关门了。哎，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，不知道现在上班时间啊？啊，该干嘛干嘛去。
嘛呢？没干嘛，我码了一下货，想下班了。等等，包里什么呀？啊，没什么，2件脏衣服，拿着让我看看。脏衣服有什么好看的呢？哎，这是脏衣服，这是脏衣服，啊，真够脏的。我说这点这些库房东西怎么老对不上账呢？老陈，这不是第一次偷了吧？冯经理呀，你看，咱们半个月都没有生意了。再说了，严经理不在嘛，我拿点回去，尝尝味道。严总不在，店在，1/3在。只要你来打这份工，是不是应该老老实实做人做事儿啊？不是第一次偷了吧？收拾东西走人，这些东西顶这个月薪水了。喂，冯伟清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啊，你开我啊？你以为你跟我们老板关系有点好？一个开出租的，到我们这儿搞了一个什么采购经理，哎，你不得了了你，是吧？是。啊，严小姐，您也在啊？偷了店里东西还这么振振有词。严小姐，这误会啊，误会。误会，人证物证都在，谁误会你啊？严小姐，我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来赔偿。于经理，立刻把这人给我辞掉。没问题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1/3没欠过你们1分工钱。要是还想在这儿好好干，就给我老老实实的，一切都听部门经理的安排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干活去吧。去我办公室。严姐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新来的采购部经理冯卫星，是严总以前在缉毒队的同事。啊，严小姐，我早就听说严经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，今天一见，这兄妹俩真是同一个脾气。我哥出了事儿，别人躲都还来不及，冯经理还这么认真的帮他打理餐厅，谢谢你。哎，别叫冯经理，叫老冯就行。严经对我不薄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老冯。哎，对了，你哥有什么消息吗？暂时还没有，我就是过来餐厅看看，有您这么尽职尽责的人在这儿，我就放心了。您先忙。哎。你先出去吧。好。死者战宇，机械性窒息死亡。死亡24小时之后，被人肢解分尸。我们在战宇的尸体袋子里找到了属于严谨的打火机，所以严谨被锁定为战宇案的第一嫌疑人。这是死者六子，
也就是刘伟的手下，身中数刀，失血过多死亡。后来尸体也被人分尸了。严谨指认刘伟就是杀害六子的凶手，但是目前没有证据能够指向这个点。具体是谁分的尸，现在还是不太清楚。1个月之内发生2起分尸案，你们说说吧，各自都有什么想法？这2具尸体都被肢解得很碎，单从肢解的手法来看，2起案件的凶手对人体的骨骼构造都非常了解。法医的验尸报告也表明，2起案件的分尸凶器都是类似于菜刀一类的小型利器，所以不排除是同一人所为。我认为可以并案侦查。我不同意并案。虽然分解工具和分解的方式大致相同，但抛尸的方式不同。战宇是被四散抛尸的，而六子的尸体则被全部埋在了一起。我认为这不符合同一个人犯案的特征。这2个案子有相同点，但是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。根据目前我们手上掌握的证据，严谨还是作为战宇案的第一嫌疑人着重调查。等 DNA 的检测结果出来，如果严谨家的血迹确实是属于战宇的，那么我们就……喂，周斌，是程部支队长醒了吗？不是，是严谨要求见你，说是有重要的事跟你说。老程，我哥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之前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要追求纪晓鸥，怎么会跟那个女毒贩搅和在一起啊？难道真是为了毒品？可我哥就是死也不可能主动吸毒的，除非是被要挟。但这个世上有几个人能要挟得了严谨啊？他可一向都是软硬不吃的。你说话呀，老程！你跟我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你想想啊，老程！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要知道更多关于战宇的事儿。战宇的死亡地点在哪？死因是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案子我真的是无可奉告。你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，是应该有什么线索要跟我分享吧？我记得上一回你审我的时候有说过，战宇案是特大杀人分尸案。那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有跟你提过，刘伟他从小就跟师傅一起杀猪的事儿。他之前杀过好几个人，都是他亲自上手分的尸。你们应该已经找到六子的尸体了吧？如果分尸手法和战宇案雷同，那就证明我的分析没有错。看样子咱们是不谋而合了。刘伟他杀人动机是什么？肯定是刘伟发现了那20万是战宇拿的，是战宇冤枉了六子。那一天在制毒工厂，要不是我劝刘伟不要招惹麻烦，估计战宇就让刘伟给活埋了。战宇临走前，刘伟亲口威胁他，如果走漏半点风声，他和他妈都会想活命。刘伟这个人啊，做事向来狠毒。他表面上是放了战宇，但他为了确保安全交易，私下除掉他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赵定文，六子的尸体到底有没有找到？走，谢谢你提供的信息。有什么需要了解的，我会再来找你的。头儿，我觉得严谨的那些话
就是为了故意扰乱我们的视线。他已经知道我们在调查他了，所以他这些天在里面肯定没少琢磨，目的就是为了拿刘伟来做挡箭牌。有这种可能性。严谨毕竟做过武警特战队员，反侦查能力还是挺强的。不过你要客观的去想，他说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性的。这样吧，为稳妥起见，把刘伟也列入嫌疑人的名单。没必要吧？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指向是刘伟杀了战宇啊。彻查严谨的思路不变，但是毕竟我们的侦查工作还是初步阶段，咱们全都得考虑在内。明白，老头。喂，你天天跑的没人影，我两人知道跟我叫两声呢。你连电话都不给我打，你现在在哪儿？在店里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爸科里啊新来了个博士生，叫小陈，今年31岁，那长得是啊一表人才。你晚点抽空跟人家见一面。妈，你不要操心我的事了，我谁都不想见。你那点小心思，别以为我不知道啊。那个大毒枭已经被抓起来了，你赶紧给我把他忘干净了。还有那个战宇，就更别惦记了。姐弟恋，你考虑都别考虑。不舒服呀？我也不知道，这2天老是胃不舒服，老想吐。要去医院吗？不用，我上去歇会儿吧。那你去吧。你好。你好，纪晓欧小姐是吗？我叫严慎，我是严谨的妹妹。